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之前咱们聊过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的因纽特人从格陵兰岛脱离的冰山取冰融化，得到世界上最纯净的水。相比之下，拥有亚洲水塔之称的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水却越来越不纯净了。近年来，随着商业登山活动的高速发展，每年有数万名游客可以花费几十万人民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与此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几十万吨的垃圾和排泄物，而且至今仍有200多具尸体点缀在珠峰周围。因此，珠穆朗玛峰也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露天坟场，而珠峰南北坡的各个登山营地也变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场。为什么那些登山者不随手把垃圾带下山呢？其实，从珠峰上能把自己带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高寒严重缺氧的环境里，多负重1斤都可能更快地耗尽生命里最后一丝力气。尤其在海拔8000米之上的死亡地带，随处丢弃的空氧气瓶甚至可以堆成山。很多人支付了高昂的登山费用，心中唯有一念，那就是成功登顶。但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与自己生命的对赌，与珠穆朗玛山神的博弈。低温缺氧会导致血盲、失明、失声、手脚麻木、不听使唤、失去知觉。而体力不支和瞬息万变的天气会使人更容易跌落悬崖或冰缝。极度疲惫的情况下，甚至休息一会儿或者睡一觉都很可能将身体永远留在原地。即使下撤成功，因严重冻伤而截肢的人也大有人在。要知道，很多人都是成功登顶后，在下撤途中将自己的生命弄丢了。相对于登顶珠峰所制造的垃圾数量，在珠峰大本营周围更是多之又多。国内的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与珠峰的直线距离19公里，是游客们拍摄珠峰或者感受喜马拉雅最亲近的地方。但由于日益严重的垃圾污染，如今的珠峰大本营不得不对普通游客无限期关闭。今后如果想去看珠峰，就只能停留在距大本营2公里外的绒布寺了。曾经的珠峰大本营每年要接待10万游客，这里不允许有永久性建筑，所以只有汽车和帐篷旅馆。一般来说，有游客到达的地方必然会有垃圾留下。在珠峰大本营，仅人类排泄物每年就有10几吨，你敢用这里的冰块融化烧水喝吗？这些帐篷旅馆仅在每年5月到10月的营业期就可以轻轻松松收入几十万，因为游客是一茬接一茬，不过垃圾也是一片接着一片。不光是国内，在尼泊尔珠峰南坡的大本营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垃圾污染问题。在国内，攀登珠峰的商业登山公司只有1个，但在尼泊尔却有几十个，所以在珠峰南坡的垃圾海拔分布更高，甚至在大本营附近就散落着很多登山者凌乱的肢体碎片。不管是垃圾还是尸体，对喜马拉雅水源的污染那绝对是触目惊心的。这可是10亿人的生命之源，所以对珠峰的垃圾清理势在必行。尽管国内的珠峰大本营已不再对普通游客开放，但作为游客来说，不管去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这几句谚语：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拿，除了时间什么都不要偷，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最后咱们做个小测试，如果给你10万美金去登顶珠峰，你会去吗？那关于登顶珠峰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咱们下期继续。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